传承千年的生态模式到底隐藏着什么美味？辣味要成为味觉之王，要经历怎样的磨练？做成隻油鴨，76度工作。长着人脸的神奇野果，如何被老广彻底驯服？大地丰饶，育人食材，野火作品，共绘美味长卷。老广的味道之大地相韵。岭南，山海相拥，丘陵连绵，河流纵横。在这有限的空间里，种田要精耕细作，生存要敢于冒险。身处独特地理环境，老广在变与不变的流转中，自成一派，与众不同。在南岭山脉的深处，有岭古寨响起欢乐的鼓声。农历10月16是连南瑶族最隆重的节日盘王节。房丽英随着游行的队伍移动，心里却惦记着接下来的活动。作为村里有名的姚家厨娘，每场节日聚餐都能看到英姐忙碌的身影。每逢重大节日，姚家人就会聚在一起制作白瓷。相当于跟北方包饺子一样，这个是之前就一直传下来的。白瓷以当地特产的白糯米为原料，得提前1晚浸米。第2天一早蒸熟后，糯米饭的香气袅袅升起。炸不炸？米饭蒸到能轻易捏烂时，就能开冲了。哦。我们这个糍粑是男的就在那里捶打，我们女的就在这里自己捏这个糍粑，我们是分工的。等糯米饭被冲打成黏软糊状，巧手的瑶女便开始定型，将它分成一个个鸭蛋大小的糯米团子。坚硬的毛竹表面光滑，是天然的防粘神器。我们一般这样直接做出来就吃了。做好的白瓷配上红糖水一起吃，是姚家人的最爱。柔软韧滑，不粘牙不糊口，满满米香。入厨13年，英姐想结合传统食材和创意烹饪，为连南瑶族设计一些代表菜。好啊，英你哋過節。这些是我们369的时候才会有拿出来的赶期。过节的话，我们有些安妮啊，他们就会把鸡带出来，换点钱回去过节。我买的。放一袋嘛。哦，買㗎啦。小米哎，零仔仔。瑶鸡是瑶族节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。弄一张呢？这个鸡冠就是我们瑶族的一个特征。平时我们自己瑶族自养的鸡就会带有这个鸡冠花，跟小帽子一样。兄弟啊，得叮路上哦。Một cái chân này ấy. Đi 3 lên chân này哦。不过说到今晚桌上最隆重的硬菜，那得是卤水猪头肉。
英姐秘制的卤水，除了常规的草果、八角、桂皮等香料外，还特别加入了姚家独有的香草，令卤水增添了一份野气。这个盘王节呢，也是我们瑶族的丰收节，所以呢，就是想做一个标志性的菜，就是最起码人家来到我们这里，你吃什么呀？啊，可以试一下我们瑶族的这个猪头。卤水猪头肉想要入味儿，卤制时间一定要够。差不多了啊，我们一般都是卤3个小时的啊。今天呢是过节呢，老人家怕他咬不动，我就卤多了，差不多5个小时。哎呀，哇，好大力哦！哎呀。卤好的猪头肉切成薄片，肉的软糯和皮的弹韧完美融合，淋上秘制酱汁，肥瘦相间的部分透着诱人的光泽，肥而不腻，卤水的味道咸香适口。不同于最常见的白切，茶叶焖瑶鸡是英姐最近研发的新菜式。他选用的是姚家大叶红茶，待鸡肉炒到表面金黄，再加入红茶一起慢炖。鸡肉的鲜味与红茶的香气充分融合，嚼劲十足。而姚家双酿也是节日里必不可少的。剁碎的现摘瑶菜带着清爽鲜明的葱香被酿入鲜笋中。以前我们只是用那个糯米粉跟这个菜，现在我们就杀猪了，有猪肉，我们就是放点肉进去，将双酿一个个排好放进锅中，小火慢煎，等外表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。竹笋之鲜，豆腐之滑，就不用多说了。土猪肉馅儿嚼起来格外多汁爽口，其中又渗出点点瑶菜清香，感觉就像有春风拂过舌尖儿。哦，哎，说，对，小摸摸，哎呀，什么脸了？英姐也没想到，自己改良的姚家菜大家都很喜欢，忙碌后心里格外舒坦，痛快的吃，大碗的装，让英姐的嘴角弯起来就没垂下过。鼓声响起，篝火明亮，姚家人载歌载舞，乐声悠扬。他们的汗水滴在土地上，而土地报之以五谷丰登，许他们一个明亮的未来。东莞虎门，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。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，孕育了一种老广最爱的万能肉食——腊味。腊肠、腊肉、金银润、腊猪头皮琳琅满目。但在东莞人的腊味宇宙里，白沙油鸭才是真正的腊味之王。这种来自纯手工的风味，被誉为本土美食精髓。方建和，白沙油鸭的忠實信徒，真係又好有興趣做呢行。我應該都係14歲到開始係做嘢㗎啦。我嗰陣時56歲。傳統白沙油鴨用的是麻鴨，不過現在都改用了2個月的櫻桃骨大白鴨，脂肪分布均勻，肉質更為鮮嫩。但想成為一隻合格的油鴨，就要經過11天的育肥。每天2次人工灌米，最傳統的灌米方式就是吹米。
一定要拉長呢條薑，係最正規嘅。神一落去好落啊，因為咁樣自吹啫啦，同埋嗰條鹹咪香咯，吹完到買落去咯，用掉條氣咁樣嚟吹佢。这是育肥的最后一天，看着一只只膘肥体壮的鸭子，老方知道油鸭的制作要开始了。一只鸭子需要经过70多道工序。方建和对此一直都亲力亲为，他觉得这样才对得起父亲省级非遗传承人的称号。有时通向美味的路并不需要太过复杂，老方的腌制秘方就是最考人的搓盐。一去研討嘛，馬上熱咯，呢個係燉啦。粗鹽放多少，用多大的力度，全憑師傅手感。講究就多啦，唔扭到佢咧。呢條髀真係好容易炒嘅，呢啲風肉肉棒你唔出力撳咧，鹽入唔到佢咧，佢唔怕炒，但係咧佢唔會香，做出嚟有就噏味。老方的手速越來越快。你又唔係燙得少噶嘛，燙啤啤車啊，大佬，啤啤車工時驚啊。搭檔每個工序也如影隨形，及時跟進，這是合作多年的默契。凌晨6點，腌制了2天的白鴨需要進行卸妝。過3次水，不嬲要喺度叫佢，即係同佢打鬆嗰啲，盡量佢排出嗰啲鹽分出來，咁嗰隻鴨就好食夠響啦。這時就到了油鴨製作的另一道關鍵工序——晾曬，其中定型非常講究，鴨子面朝下。背部的恥骨和腿骨掰開，呈倒八字。嗱，有呢個髀，有填佢，幫佢燉到人，鋪落塊地度咧，我鋪身嘅呢個鋪人呢陣皮，要薑帶身佢，薑皮要拉翻服少少，壓曬出好靚。定型好的油鴨需要生曬3到4天。每天要根據太陽的強弱進行翻面。每當提及油鴨，老方開始滔滔不絕。我哋6000都300幾年，有8、3000都有油鴨啦。江西啊、浙江啊嗰邊咧，佢人咧都係又係做嘅。我哋嗰啲去到嗰邊咧睇到，就將呢啲流程啊各方面帶埋翻嚟。從農曆8月初1開始做到收檔那個時候，就是臘月24、5，其中農曆11、12月時，北風最強勁，晾曬規模最大。做隻上鴨翻來，做成隻成品油鴨，76度工作，日日都2點鐘起身，基本上係做20個鐘頭啊！後生係唔願做啦，係太辛苦。嘴上說着辛苦，但內心卻是對家鄉風味即將失傳的憂慮。知道爸爸對油鴨的熱愛，兒子阿豪去年回鄉，開始學習油鴨的製作工藝。我一倒落，嗱有得，呢隻又係。我左手用唔到啦，一樣係咁有嘅咧。但要做到老方那麼熟練，小方還得慢慢練。你要學，你要重新開始，我覺得比較驚命啊！咁好似呢啲老師傅咁，我話如果佢哋退休又冇後生節，其實好難做嘅。就好似我老豆，佢一個做唔掂嘅，佢就叫我你好翻嚟啦，就一定要有個人幫。一隻油鴨可以分解為鴨喉、鴨胗、鴨下巴、鴨腸、鴨腳、鴨翅膀幾部分，其中最難得，在其他地方最少見的是臘鴨喉。虎門當地人稱之為白沙冬蟲草。白鴨食管周圍布滿脂肪，得用筷子翻轉，將油脂包裹在內。鴨喉皮薄，下塊要輕，一旦戳破，鴨喉就破相了。晾曬2天，脫水後的鴨喉緊縮，鎖住內裡的一口油脂。素淡的白蘿蔔搭配汁香醇厚的鴨喉，
这是东莞秋冬的滋补名菜。切块的萝卜随着鸭喉在锅里翻滚，汤色渐渐变得奶白，油脂在高温下完全融化。想吃到煲中的鸭喉，那可得眼疾手快，因为鸭喉那团油脂此时已经变成半流体状态，一口爆浆，鲜美的不像话。作为鸭舞剑中最受食客追捧的明星，鸭掌意焖芥菜是出镜率极高的一道本土名菜。芥菜清苦，但在掌意引领下飞快回甘，而掌意褪去了油腻，带着冬日阳光的温软和香气，喝一口清汤，整个人都被温柔抚慰住了。好味，淡淡腳汁啊，好烤油啊，真係好好味啊！历经了8天的晾晒，老方家的油鸭完成了风味的转变，瘦肉呈现金丝红，胶质状的鸭皮几近透亮，咸香中透出醉人的脂香，这是秋风和阳光的味道。老方决定挑一只大的油鸭为家人做一顿晚餐，尝尝今年首批油鸭的味道。姐姐都亮啊，就你姐啦。辣味煲仔饭是老广心底的白月光，而老方这煲饭的灵魂就是自家的油鸭。等丝苗米水分即将收干时，把砍好件的油鸭放饭面，再盖盖焗上10分钟左右，就可以开吃了。此时腊鸭金黄油润，最妙的还是腊鸭油渗透到饭焦里，脆香脆香的。十餅，去餅，試下舊年嘅鴨喉又啱，睇下有冇退步先，試下咪知咯，係咪？好啊，鹹到好亮，啱啱好。因為又啱講啊，白沙蟲草有錢都未必買得到啊！啊，真係正，仲要唔係你有錢都買唔到。傳承不全是宏大敘事，它藏在每一道家傳美食里。陽光生曬，北風吹乾，這是時光沉澱而成的滋味，也是代代相傳的心意。做到好老都繼續做啊！你俾啲心機啊，單子就交俾你啦，阿仔，你有冇細心先？喺度有。得啦。時別冬天，老廣有自己的方式。經霜芥菜勝臘鴨，冬至前後就是呂田芥菜收成的時候。買雞菜啊，嚟啊，有雞菜啊，又平又靚啊。幾斤啊？個半銀錢。呂田芥菜很好辨識，茎粗葉大，足有半人高，是普通芥菜的3、4倍。入口清甜無渣，毫無一般芥菜會有的清苦味兒。胡威全是新年村最早種植大芥菜的農戶，剛準備回家就接到緊急訂單，老朋友孫子的百日宴上需要追加100斤大芥菜。我哋每年冬前冬後最主要食芥菜，比較腍甜好食。送菜啊！哎，你好，恭喜！皮光肉滑的白切雞準備就緒，肥美濃郁的鮑魚蓄勢待發。解油膩怎能少得了呂田大芥菜？蒜蓉清炒最清甜，入口脆生生，一咬會飛汁。吕田镇属于丘陵地区，
四周密林遍布，昼夜温差大。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喜爱凉爽湿润的大芥菜一拍即合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新联村就开始种植大芥菜，而胡威全就是村里的引种先锋。吕田大芥菜的品种是香港竹芥，因为育种难，每年都要从香港引进种子，过程费钱又费力。起初村民们都犹豫不决，而胡叔却一直相信大芥菜的潜力。啱啱引進呢個香港竹芥嗰陣時咧，種子成本高，要200蚊一包。咁啊後尾咧種咗之後，咁市場咧又比較好銷，咁啊後尾都大家咪進行種植。清晨喝山泉，白天晒太阳，水多了会烂根，少了会旱瘦。想要收获高壮的大芥菜，在60天的生長期里，全靠胡叔的精準伺候。只有係落3次肥得啦。芥菜就同而家嘅細路仔差唔多，比較嬌生啲。我哋呢啲土質咧就沙兼泥，種出呢啲芥菜咧特別係大棵。兒子阿開大學畢業後，也選擇回鄉創業。爸爸咧就負責種植，我咧就負責市場推廣咯。睇個拍得靚唔靚？啊，可以嘛？呂田肥沃的土壤和豐沛的水源，孕育出高大威猛的長腿芥菜天團。不過，它的風味巔峰要等到農曆12月到1月的霜凍之後。當溫度低至0攝氏度，葉片的纖維被凍軟，低溫促進澱粉物質轉化成糖，苦味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近似於水果的清甜。打咗霜之後咧，基本上完全冇苦味，好甘甜。啱啱有太陽嚟咗，佢就回青翻生，就趌起嚟咗啦。今年胡叔田里的芥菜比去年更肥厚，一颗可重達5到6斤。在這個豐收的日子，妻子朝陽代也一同來幫忙。手起刀落，一顆顆芥菜被小心翼翼地裝進筐裡，精挑細選，再打包稱重。因為品相佳、味道好，胡叔的芥菜成為整個從化的搶手貨。在美食探索上從不設限的老廣，這次找來和芥菜搭檔的是在地球上存活了3億年的活化石鴨嘴魚。它屬於食吻鱘，全身都是軟骨，沒有鱗片，與無渣的大芥菜正好強強聯手。芥菜段在猛火下變得脆香，鴨嘴魚片在熱鍋中快速滑炒定型，油脂豐盈，對芥菜的清甜是個猛力提升，落在舌尖兒就像清淋淋的山泉滑過。正當時的大芥菜採摘完畢，有些芥菜長新稍老，被篩了下來。堂嫂阿妹可不會讓他們浪費，酸菜缸正等着他們。大芥菜酸菜嘅，要揀嗰啲比較老啲嘅，嫩嗰啲直接炒嚟食就得。當芥菜身上的泥土雜質通通洗掉，均勻倒掛在竹竿上，日曬2到3天，等水分蒸發，表皮變得皺巴巴，就給芥菜洗個開水澡，殺菌消毒，軟化纖維。最後把芥菜放入玻璃罐，一層層碼好，撒上適量食鹽，壓上磚塊，倒入熱水浸泡，蓋上蓋子，放到陰涼處發酵。10日到啦，酸要黃嘅，我食。隨着芥菜的顏色變深，酸味也逐漸增強，就變成了酸香開胃的酸芥菜。年關將近，曹阿姨把大家叫到家裡一起做油糍。哇！
哇，今晚好熱鬧喎！陣間炸咗油翅，食到熱氣就煲啲芥菜湯飲下降下火咯。好。油糍是吕田的特色小吃，用红糖水开糯米粉，揉成大团之后，分割成一个个乒乓球大小的团子，撒上芝麻增香，就可以炸了。一个个小面团跃入油锅，慢慢膨胀，变成金黄色的小元宝，寓意财源滚滚。我試下啫。刚炸好的油糍酥脆可口，甜而不腻。另一边，儿子阿开今晚打算就以腊肉和腊猪脚来搭配大芥菜。腊肉切片炒香，逼出油之后下芥菜梗急炒。芥菜梗在里面三翻两滚，闪亮亮的，叫人吃了就生力气，能稳稳地站在田地上。酸菜炒鸡杂是阿开的最爱，他的灵魂是堂婶阿妹制作的酸芥菜。新鲜的走地鸡杂本就爽脆有肉味儿，加入辣椒和酸芥菜之后，更添了一股酸辣香。而猪脚芥菜包是最地道的吕田风味，吕田腊猪脚属于白腊味，也就是纯用高粱酒和盐腌制，不下酱油，用热水焯去腊猪腳的雜質，豬腳的膠質融入湯底，散發出濃郁的煙燻香。煲到豬腳腍咗啦，個湯好似麗白色咁，我哋可以放大芥菜落去一齊煲。切塊的大芥菜與豬腳同煮，不需要過多調味，豬腳肉質酥軟，芥菜翠綠依舊，整鍋湯清透而濃烈，色香味融為一體。臘豬腳芥菜煲啦，800幾出，可以係嘛？可以。阿開煮菜咁做啊？今年长势喜人的大芥菜，让胡叔一家笑逐颜开。土地从不亏待勤劳的人，一颗青菜也能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丰盛。南海九江镇地处珠三角洲西缘，河冲交错，鱼塘星罗棋布，丰富的水资源孕育了繁荣的水产养殖业。九江是中国加州鲈之乡，国内的加州鲈鱼苗每10条中就有6条是来自九江。幾間招？正在摁计算器的是地地道道的九江人關東泉，人稱東哥。6775，今日割咗，估計就16000斤到啦。多泵啊 ，O 唔 OK 啊 ？A 貨，認住光頭佬啊！應該養咗咁多年魚，今年係差唔多最好嘅一年啦，算大豐收。東哥專業養魚33年，高中畢業後就決定做這行，但遭到父親的強烈反對。開機耕種尋死路啊嘛！洪阿媽借咗2-3萬蚊，我開始起家嘅。其實養魚揾唔到快錢，只有唔夠一步一個腳印。800年前，南海九江是桑基魚塘的發源地之一。由於養蠶的經濟效益下降，這個產業已經逐漸消失了。隨着養魚事業越來越順，東哥開始着手自己的另一個夢想。呢度係桑膶，桑膶咧一般呢少少留翻俾我哋自己食嘅。咁呢啲桑葉咧就要嚟餵蠶嘅。東哥從小在桑基魚塘邊長大，對其中的一道美味很是眷念。當然，更重要的是復現養蠶體驗，喚起人們對這種傳統生態模式的記憶。得啦，多得滯啦，佢一係你攞去可以啦。桑咧就用嚟餵蠶，蠶食咗啲桑咧，留低啲蠶屎咧要嚟餵魚。啲魚食咗之後排出嚟嘅排泄物就做肥料，形成咗一個毫無污染嘅生態鏈出嚟，所以就叫做桑基魚塘。進入5齡期的蠶寶寶會瘋狂進食，為吐絲儲備營養。1週後，蠶寶寶的身體會變得透明，排的蠶沙比之前大1圈，
还能看到没有消化净的桑叶颗粒，这就意味着他準備吐絲節儉了。準備結繭之前咧就唔食桑乜滯嘅，靚嗰啲蠶咧就有浸油嘅，發光嘅。嗱，呢個轉晒白蠟色啦，嗱，呢個又熟啦，嗱，放咗落去，等佢結繭啦，嗱。在繭內，幼蟲逐漸發育成胖乎乎的蛹，身體結構發生顯著變化。這時，一道獨特的風味也漸漸形成。蚕蛹富含蛋白質，緊實的肉質帶着奇妙的堅果香味，是老饕眼裡的好菜。今晚掌勺的是妻子阿爽，主打花旦是自己養的足身蚕蛹，下火桑葉，辟腥的紫蘇，提味的蘿蔔乾和增香的小辣椒已提前備好。想讓蚕蛹更香，有個小訣竅，就是先小火把蚕蛹的水分煎乾備用，然後重啟熱鍋，下配料爆香，再倒入之前的蚕蛹，猛火急炒，鮮香氣就立即被勾出來了。蚕蛹的金黃焦香，表皮香酥，內裡鮮嫩，搭配甘甜的蘿蔔乾和清新的紫蘇，鹹甜中帶有絲絲微辣，正好下飯。蚕寶寶愛吃桑葉，老廣也喜歡，而且吃得比蚕寶寶更刁，只取剛長出來的桑芽部分。一陣用皮蛋、瘦肉咁滾嘅咋，起鑊咯。不過對老廣而言，最愛的還是用上湯灼熟。桑葉焯水去澀味後，撈起瀝乾，放入皮蛋和適量清水，滾2-3分鐘就能開吃。桑葉的草木清氣比枸杞葉濃郁一點，入口細軟。靚女，今日大豐收啊！捉咗2條鱸魚翻嚟加餸。可唔可以咧？清蒸啊！哦，清蒸啊！咁我去搞掂佢先嚇。好。在九江，加州爐的吃法不下20種，但阿爽最喜歡的還是原條清蒸。出鍋時再淋上一勺蒸魚豉油，這是對鱸魚的最高禮遇。細個嘅，下條刀。今天的晚餐有特殊的意義，因為還有3天就迎來九江鎮的大喜事。東哥特地把兄弟們叫到家裡開動員會。老廣講究意頭，東哥叫了生魚片，討個口彩。撈的同時一定要說句吉祥話。係啊，碟淡重啊，好靚啊，淡重啊，我豪先啦。飲波飲酒啊，越嚟越多好朋友，係咪啊？養魚是東哥的經濟基礎，富縣桑基魚塘是個人理想，而划龍舟就是身為一個九江人的精神追求了。九江的龍舟賽與眾不同，它不在端午，在國慶。大賽在即，起龍是第一步。東哥和兄弟們在鞭炮聲中齊心協力，喚醒了300多年的老龍船。以前裝船咧，呢啲釘咧就入咗好深嘅，即係喺裏邊嘅。但係而家咧嗱，全部突晒出嚟。幾百年嘅老龍，呢就歲月留嘅痕跡啦。為了划龍舟的傳統能代代傳承，東哥覺得孩子們從小就該上船體驗。在九江，國慶龍舟節的熱鬧程度甚至超過了春節，被當地人戲稱“九江老過年”。一艘艘五彩繽紛的龍船在河道中招搖巡遊。各隊注意，預備！一聲號令，龍舟箭一樣飆出。東哥在船尾掌舵，根據兄弟們的加速
控制着龙舟的航向。随着最后一桨落下，团队失之毫厘，取得了季军。激烈的比拼暂时告一段落，但打气的龙船饭才刚刚开始。不服输的东哥决定来年再战，现在为美食与兄弟不可辜负。象征龙欢凤醉的九江醉翁鸡，寓意红红火火的烧肉拼盘，道道皆是一头菜。盛夏7月，又到了一种神奇果实收获的季节。一颗颗挂满枝头，摇摇欲坠。人们走在路上，经常会收获从天而降的惊喜。哇，真好多啊！未经处理的人面果清脆欲滴，上面的小雀斑是阳光亲吻的印记，但吃起来酸涩无比。当果浆在口腔炸开，酸味四窜，令人直打寒战。在乳白色的果肉下，竟藏着一张人脸。这不安分的长相，让这种果子喜提“人面果”的称号，而在四会当地，则被亲切地唤作“银人”。从小在石寨村长大的王秀群，对制作人面果很有心得。阿嬸獎人年獎喎，係有，我會10斤咯。自制的涼果和果醬很受欢迎，村民们都会前来预定。人面果树易种难收，10棵树里能有1棵结果就算不错了。从种下到收获，起码要等上10年，但只要挂了果，就基本能年年有果。今年后院种了13年的果树终于开始结果，丈夫和女儿赶紧摘下第1道果，尝尝头啖鲜。夠未啊你 ？OK， 好快啦我哋。新鲜的人面果自带清香，用刀轻轻拍碎，加入食盐腌制10分钟，用纯净水清洗干净后，加入食醋、白砂糖、香菜、小米椒拌匀，酸甜辣香交织在一起，一道消暑开胃的夏日限定美食就大功告成了。媽，我整好咯喎，攞啲俾你試下，嚟啦，你試下睇味道如何？加蒜頭落去，我哋唔夠好食。哦，係喎，冇諗到。好，咁我再加啲蒜頭落去。石寨村早在50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人面果，有着人面果之乡的美誉。如今村里有118棵古树，最老的一棵高龄500岁，身高21米，挂果可达500多公斤。自家色味偏重的头道果远远达不到群姐的要求，于是她把目光放到了100年古树的果子上。但村里规定，只有在拍卖会上中标，才能采摘古树的人面果。而家開始投票。村长话音刚落，竞拍的村民争相出价。300，仲有冇人嗌啊？成交。村里的人面果猎人黄师傅最终中标了。中标后的黄师傅立刻宣誓领地，他拿上竹筐和自制的竹钩，像蜘蛛侠一样灵活地穿梭在茂密的枝叶间。因为日照充沛，树顶的果子更壮硕，黄师傅得避开脆弱的枝干，找到着力点，继续往上爬。采摘时勾住人面果的动作要小心，否则一掉到地上，果子碎裂，就卖不出好價錢了。16、17歲就銀鏈啦，人工就佢哋唔裂咧。如果係剝落嚟嘅爛咧裂咧。而家邊度有年輕人上啊？呢個啲果樹又高又爛雜。
落銀鏈啦！深知群姐的急性子，估摸着数量差不多，黄师傅立即拨通了電話。你過去攞銀鏈喎，我找銀鏈翻嚟喎。哦，好啊，摘好啦，唔該你嚇。OK，咁我轉頭過嚟啊。7人才能合抱的人面果树根深叶茂，所產的人面果酸中透甜，回甘快，餘味格外悠長。揀啲靚嘅俾我嚇。係，揀啊揀。我哋要買幾多斤喎？有咁多買咁多咯。精挑細選到中意的人面果，群姐心滿意足，準備開始製作她的拿手果品。脆弱的果肉讓人面果的存儲變成了一場與時間的賽跑。在廣東，最常見的製作方式就是做涼果和醃製成醬。石寨村很多人家都會做人面果，群姐打算讓女兒也學一學。果子清洗過後，加入石灰水，這樣人面果的澀味就會被褪去，果皮也變得柔軟細膩。媽，咁呢啲銀面浸灰水要浸幾日啊？浸2天時間就可以啦。哦，好。時間一到就得進行清洗，不然會影響涼果的口感。浸泡過後的人面果褪去了稚嫩的青色，變成了黃褐色。白醋和醬油是醃製人面果的黃金搭檔，和醋按1:1的分量放入瓶中，確保醋香能滲透果肉，鎖住果香。再加入適量的白砂糖後封罐，最少3天離成。用醬油醃製的話，也是同樣的做法。好，得啦，2-3日可以食得啦，玲。好嘢。醃製好的糖醋人面果，表面折射誘人的光澤，酸的鮮明，甜的清爽。而深褐色的醬油人面果，口感也絕不單調，果香與醬香激烈碰撞，鹹味打底，幾種口味通透淋漓，令人暑熱頓消。為了留住這應季的鮮，群姐決定讓家人最愛的人面果燜鴨限時返場。選120天的麻鴨，切塊後與薑蒜一同翻炒，直至鴨皮炒成金黃色，就加入蠔油調味。蓋上鍋蓋燜10分鐘，讓鴨肉在鍋中沉浸吸收調料的精華。煮銀鏈煮鴨，夏天可以燒製，大人細佬都中意食。鍋蓋一掀，香氣四溢，人面果帶着醃製後的香甜，最後入鍋，大火爆炒收汁，鴨肉飽吸人面果獨有的酸甜味兒，帶着奇異酸香直衝天靈蓋，痛快。今晚群姐還準備了一道隱藏美食——秘製人面果醬。她挑選了脆嫩的人面果，拍碎去核備用。拆開佢，揀開啲核之後，就要剁肉就得啦。熱鍋中，豬肉的油潤、紫蘇的清新與辣椒的熱烈，釋放出誘人的香氣。緊接着，人面果躍身入鍋，等果皮炒得微微皺起時，加入面豉醬。可以上碟啦，好香甜啊！俾啲入邊試下。好啊，好啊。本來味道豐潤的人面果，在面豉醬的加持下，多了2份醇厚柔和，令到豬肉香而不膩。哎，銀鏈醬嚟啦，開飯啦！食飯咯！好嘢！食飯。我去撈飯最正，最開胃。哇！今日煮嘅銀鴨比以前都好好多喎，真係。你哋俾入邊試下。哎呀，係咪好食啊？小孫子嘗到人生第一口人面果的味道，酸得直皺眉頭。在天倫之樂的時光裡，平日寡言的群姐展露出溫柔的一面，酸中帶甜，澀後回甘。千番過後，剩下的都是好日子。食物生長於大地，人
亦是如此。喧嚣中待久了，那泥土的味道变成了心中深深的眷念。老广明白，美食是自己与大地的期待。对土地牵挂的人，对生活也会珍重以待。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。